台湾四面环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按理说应该能大量靠海发电。然而在能源转型的讨论中，我们却很少听到海洋发电的身影。根据工研院在2015年的评估，全台海洋能潜力接近10吉瓦，也就是10亿瓦的电力，其中包括洋流发电约4吉瓦，海洋温差发电约 2.8 吉瓦，波浪发电约 2.4 吉瓦，以及潮汐发电约 0.2 吉瓦。这个潜能相当惊人，将近台湾现有3座核电厂总发电量约 5.1 吉瓦的2倍，甚至胜过数座核电厂稳定供电的能耐。台湾坐拥如此庞大的海上金山，却没有积极开发利用，这是为什么呢？是技术尚未成熟，还是受限于环境和政策的阻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看看海洋发电的真实面貌。或许看完之后，你对台湾绿能未来的想象将大为改观。我们将一起探索这片蓝色宝藏背后的故事。台湾地处亚热带，四周海域广阔富饶，强劲的黑潮洋流终年流经东部海岸，带来源源不绝的海流能。东部深海与表层海水温差超过20摄氏度，孕育出温差发电的绝佳条件。相较于容易受到天候影响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海洋能源更为稳定，可以担任全天候的机载电力来源。想象一下，海浪、洋流天天在那儿运动，不分昼夜，很少停歇。这意味着海洋发电有潜力提供持续不间断的电力。国际能源署的估计更加惊人，全球海洋能每年可发电约93100 TWh， 折合约 9.31 亿亿度电，远远超过全球每年用电量约17400 TWh。我们脚下这片海洋蕴藏着超乎想象的能量。如果台湾能善加利用海洋这份天赐资源，将大幅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要知道，目前台湾将近98%的能源仰赖进口，对一个岛国来说，等于将能源命脉牢牢拴在国际市场上。一旦国际燃料价格波动或供应中断，后果不堪设想。但若有海洋能源作为后盾，我们就多一份自主与安全。然而，现实中台湾的海洋发电开发进度却相当缓慢，到目前为止也仅有几个小型的示范性专案。例如，花莲外海曾建制过一套 5kW 千瓦级的海洋温差发电试验机组，可供电的功率只有几台电锅左右大。这些尝试证明了技术的可行性，但规模都很小，离真正商业运转还有很大距离。想象一下，如果海洋能源真的全面上线，台湾每年的碳排放将大幅降低，能源自主性也会提高许多。然而为什么我们至今仍停滞不前，裹足不动？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让这座沉睡的海上巨人没有苏醒？接下来我们将一一剖析其中原因。首先，我们要了解海洋能究竟包含哪些类型，它们各自能提供多少能量。海洋中的能量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分成波浪能、洋流能、温差能和潮汐能等几类。波浪能就是利用海面的波浪上下起伏来发电，你可以想象成把海浪的动能转换成电能。有些波浪发电装置看起来像海上的大秋千或浮标，随着波浪摆动带动发电机。还有一些设计是让浪潮压缩空气，吹动涡轮机发电。台湾适合波浪发电的场域不少，例如东北角外海、澎湖海域等。据估计，台湾海域的波浪能源蕴藏量理论上超过100吉瓦，可开发潜力也有25吉瓦以上。然而考量技术和环境限制，工研院较保守的评估是大约 2.4 吉瓦的波浪能可以实际开发利用。即便如此， 2.4 吉瓦也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足以供应数百万户家庭的用电。洋流能则是利用海洋中的洋流、水流来发电，原理和风力发电有些类似。你可以把洋流发电想象成把风力机搬到水下，让水流去推动涡轮叶片，就像风吹动风车一样。不过由于水的密度远高于空气，即使流速不快，也能产生很大的推力，因此洋流发电蕴藏的能量非常丰富。台湾东部沿海有全球知名的强大洋流黑潮，它就像一条宽达100公里的巨型海底河流，终年以约每秒1公尺，约1到2节的速度向北流动。有人形容黑潮1秒钟的流量相当于140条亚马逊河，可见其中蕴藏的能量之大。
在北台湾富贵角附近海域以及宜兰、花莲外海，黑潮带来的海流能最为丰富。估计台湾的洋流发电潜力约有4吉瓦左右，是所有海洋能类型中最大的亮点。如果我们有朝一日能架设许多洋流涡轮机组，在黑潮经过的海域，源源不绝的洋流将成为稳定的发电机，日夜为台湾供电。温差能 OTC 海洋温差发电是另一种奇妙的发电方式，利用海水上热下冷的特性来做文章。它的原理有点像一座热机，用温暖的表层海水让低沸点的工作液或海水本身气化产生的蒸汽推动涡轮发电，然后再用深层冷海水来冷凝这些蒸汽，使液体循环，如此就建立起一个热循环发电系统。台湾东部海域因为表层海水常年温暖，约摄氏20多度，而600公尺以下的深海水温只有约5度，温差超过摄氏15度，非常适合发展温差发电。在花莲、台东、外海都有极佳的 OTC 潜力，估算约有 2.8 吉瓦可以开发。如果能将这种海洋温差电厂建到大型化，不仅能发电，还可能附带产出淡水，因为蒸发冷凝的过程本身就制造出脱盐水，对岛屿地区更是一大助益。此外，利用深层冷海水还有其他妙用，像是可以替代传统电力空调系统，利用海水冷却来为大型设施降温节能，也能用来发展特色养殖和农业。例如，有研究利用冷海水在热带岛屿栽培温带蔬菜，或养殖龙虾、鲍鱼等高经济价值海产，都取得了不错成果。可见海洋温差发电未来可以和其他产业结合，一厂多用，真正达到一箭多雕。然而目前温差发电要实现经济规模仍面临不小挑战，主要是需要建造粗如巨蟒的深海冷水管从海底抽水，这些管线既昂贵又容易受海水腐蚀，且发电厂规模必须达到数十兆瓦以上，经济效益才会凸显。台湾过去已经做过小型试验，工研院在花莲建过一座温差约14度时能发出 1.2 kW 电力的迷你系统，成功验证了技术，但要从这区数千瓦跃升到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瓦等级，还需要投入大量研发和资金，把设备造得更大型、更耐用。潮汐能利用海水涨落的力量发电，有点像把水力发电搬到海湾里。典型的潮汐发电方式是在潮差大的海湾修筑堤坝和水闸，涨潮时拦水蓄能，退潮时放水推动水轮机发电。另一种做法是在海峡或海底架设水下涡轮机，由每日往复的潮流水流来带动发电。可惜台湾本岛沿岸因地形关系，潮差普遍不大，没有欧洲或中国沿海那种几公尺高的大潮可供利用，因此台湾的潮汐能潜力相对有限，估计只有约 0.2 吉瓦，而且主要适合在离岛地区，如金门、马祖等潮汐明显的地方部署。尽管潜力不高，潮汐能仍有其优点，发电出力规律可期，每天潮汐涨落的时间都能精确预测，可以作为其他间歇性能源的有益补充。综合以上几种，整体算下来，台湾海洋能源的总潜力估计接近10吉瓦左右，这几乎等于核1、核2、核3座核电厂装置容量总和的2倍。换句话说，如果能把这10吉瓦海洋能量充分开发，就相当于多了5、6座核电厂在默默发电，而且没有核废料，没有辐射风险。我们甚至不需要全部开发，只要实现一半，约5吉瓦左右，就足以取代现有好几座核电厂的角色了。总潜力如此巨大，足以满足台湾电力需求相当可观的份额。例如，台湾每年用电约2700亿度，10吉瓦即便按30%设备运转率来算，一年也能发出约260亿度电，约占全台总用电将近1%。如果未来技术进步达到更高运转水准，发电量还会更多。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台湾的海洋发电仍然停留在研究阶段，尚未有任何大型商业化的电厂。如此巨大的蓝色潜能，为何至今未被唤醒？难道真的是因为技术不可行吗？归纳专家们的看法，台湾海洋能开发之所以步履维艰，主要碰到了几大挑战：技术门槛高，极端环境风险大，生态环境顾虑多，经济成本与资金来源不易，还有法规和行政程序上的障碍。其实，台湾并非完全没有尝试过从大海取电，
我们过去曾有一些先驱性的探索，只是规模很小，而且默默无闻。早在2012年夏天，中山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就在澎湖跨海大桥附近海域部署了一座小型的浮式海流发电平台。这座平台长约7公尺，宽6公尺，高5公尺，下水后只露出海面一小部分，可说是袖珍型的海上发电厂。它安装了一组涡轮机，利用澎湖海峡湍急的潮流在退潮时发电。当时团队在跨海大桥上还架设了一块 LED 显示板，让路过的居民和游客可以看到即时的发电功率数据。虽然这座第一代海流发电平台每小时只能发出约 1.5 千瓦的电力，勉强够点亮几盏路灯，但其意义非凡。它证明了台湾自行研发的海洋发电装置能在真实海域中运作，并经受住了一整个月的海象考验。要知道台湾夏季多台风，这个小小的平台在测试期间也成功挺过了风浪，安然无恙。澎湖的这次实验让研究人员信心大增，他们随即着手设计功率更高的第2代平台，希望能将发电提升到每小时10千瓦以上。同时，团队心中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梦想，计划未来能在台湾东南部外海的黑潮主流中架设大型发电系统。黑潮比澎湖的潮流更强大，如果能在黑潮下安装成百上千部涡轮机组，那将仿佛在海底建起一座水下风场，能源源不绝地从洋流中获取电力。事实上，不久之后，台湾果真也在黑潮洋流上取得了突破。大约在2016年前后，另一支由中山大学薛宪文教授领军的团队将海流发电的试验场搬到了屏东外海的黑潮主流区域。他们在那里部署了一套试验性的洋流发电机组，成功利用黑潮流动带动涡轮发电。据媒体报道，该系统发出的电力约有20-30千瓦质谱，虽然规模不大，但可能是全球首次在外海强洋流中直接发电的创举。当时连日本都还仅在进行缩尺模型测试，而台湾已经悄悄地在黑潮下点亮了灯泡。尽管如此，这些亮眼的初步成果并未立即转化为后续的大规模开发。一方面，当年社会舆论与政策焦点主要集中在发展陆上和离岸风电、太阳能以及核电存废的争论上，海洋能显得有些门前冷落。由于2025年达成非核家园的时间压力极大，政府优先将资源投注在见效较快的太阳能与风电领域，而对上述原型阶段的海洋能则难以兼顾，这有其现实考量。然而长远来看，忽视海洋能恐怕是一大缺憾。另一方面，更现实的挑战是缺乏资金与产业投入，要将几千瓦、几十千瓦级的试验升级到几百千瓦、几兆瓦级的商转电厂，需要投入以亿计的资金和漫长的研发时程。当时缺少大型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资源挹注，学术团队单打独斗自然难以持续。于是，台湾的海洋发电计划在初期萌芽之后一度趋于沉寂，仿佛仅停留在实验室和学术论文中，离我们日常生活的电力来源依然遥远。直到近年来，国内外能源转型的压力与潮流才重新引发各界对海洋能的重视。2022年，经济部首次在再生能源的趸购费率 FIT 中纳入海洋能源，定出每度电新台币 7.32 元的高价收购价格，以鼓励业者投入研发。虽然7块多一度电的成本远高于目前一般电价，显示海洋能现阶段仍相当昂贵，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代表政府开始愿意为海洋绿能买单，创造市场诱因。同时，产业界也开始酝酿新的合作。知名科技企业鸿海集团旗下的富鸿网公司成立了新能源部门，宣示将与国家海洋研究院携手开发黑潮发电，未来计划在小琉球外海建造水下黑潮电厂，初期目标装置容量30兆瓦，长远更瞄准上百兆瓦规模。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我们或许真能在不久的将来于小琉球近海深处看到大片水下涡轮阵列，仿佛海底风场一般，将黑潮源源不绝的动能转换成电力，成为台湾绿能版图上的新亮点。此外，传统产业也投入了海洋能研发的行列。台湾水泥公司在其花莲和平电厂附近推动一项海洋温差发电计划，预计在2028年前完工，并并网供电。如果进展顺利，这将成为台湾第一个商业运转的海洋发电专案。到那时，
花莲清水断崖外的深海冷水将透过巨型管道被引上岸，与温暖的表层海水一起驱动涡轮机发电，那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象征台湾正式从大海中开出电来。接下来，让我们把海洋能与核电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台湾以往仰赖的核一、核二、核三座核电厂装置容量合计约 5.1 吉瓦，每年发电约400亿度，占全台总电量的 8% 到10%。核四若当年顺利商转，可再增加 2.6 吉瓦。不过2011年发生日本福岛核灾，引发国内反核浪潮，核四最终封存未启用。如今台湾已在2025年达成非核家园目标，所有核电机组都除役或停机。在后核电时代，我们面临的是70%以上电力仰赖燃煤、燃气的高碳困境，以及间歇性的绿能、风电、太阳能如何接手稳定供电的难题。反观海洋能源，高达10吉瓦的潜力，相当于5到6座核电厂的输出，而且在安全性上更胜一筹。兴建一座核电厂往往需要8到10年，数千亿元经费，还得长期面对核废料处置的麻烦。开发海洋能虽然初期投资也不菲，但至少不会产生难以处理的放射性废料，长期营运成本有望低于核电。海洋能没有辐射外泄风险，也不会发生冷却系统失灵导致的灾难，更不需担心燃料供应中断。可以说，只要技术上克服难题，海洋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天然发电厂，正安静地躺在我们家门口。可惜在政府过去的能源政策中，海洋发电一直没有当上主角。以2025非核家园计划为例，其再生能源目标主要靠太阳能、风能来达成，希望合计达到20%左右，而海洋能几乎没被纳入版图，只占极小的一部分。这其中有现实的考量，毕竟要在2025年之前达成非核转型，时间紧迫，政府倾向优先发展成熟度较高、见效较快的太阳能与风电，而对尚在试验阶段的海洋能则无力顾及。然而长远而言，忽视海洋能无疑是一大缺憾。专家们不断呼吁，台湾应该把海洋能纳入国家能源策略，与离岸风电等并行推进，否则我们可能会落后于邻近国家，比如同样四面环海的日本。日本早已对海洋发电展开行动，金产省旗下的新能源产业技术开发机构 NEDO 自2011年起便启动了黑潮发电的研发计划。他们与大型重工企业合作，研制了一种名为 Carriu 日文意为夔龙的浮游式黑潮发电机组，长达20多公尺的圆筒形装置前端装有2个巨大的涡轮叶片，整个设备宛如一架潜水飞机，被寄留在海底适当深度，随黑潮洋流漂浮发电。经过多年开发，日本团队已在2022年前后成功进行了一台500千瓦级发电机组的海上长期测试。这意味着在不久将来，日本可能率先实现兆瓦级黑潮发电装置的商业化。除了黑潮洋流，日本在波浪能、潮汐能方面也都有积极的研发与示范计划，其他国家也在积极探索海洋能。欧洲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投入大量资金设置试验场域和创新监管沙盒，加速技术成熟。例如，英国在苏格兰奥克尼群岛建立了欧洲海洋能源中心 EMEC， 提供试验平台，让各种新颖的波浪、潮流发电机测试，被誉为蓝色能源的孵化器。苏格兰公司曾开发出一种 Pelamis 海蛇型波浪发电机，一度轰动一时，可惜最终因资金问题而停产，但其技术经验已被其他团队继承延续。法国早在1960年代就建成了朗斯潮汐电厂，装置容量 240MW， 开风气之先。南韩则在2011年启用了始华潮汐电站 254MW， 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潮汐发电厂，充分证明潮汐能只要条件适合，也可以大规模运行。荷兰、澳洲等国兼顾渔业与其他海洋利用需求，注重海洋空间规划协调。中国近年也在大力布局海洋能，2020年交付了舟山号500千瓦波浪能装置，在南海海域展开示范。印度则将海洋能源与海水淡化结合，希冀一举解决能源与淡水2大难题。韩国另辟蹊径，想利用海洋能来生产滤清，展现出海洋能设备的多元利用潜力。
可以说，全球各国都在蓝色能源领域竞相布局，谁也不想错过这片新兴的能源处女地。那么究竟是哪些关键因素导致台湾的海洋能源迟迟无法成为主力？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挑战：技术瓶颈与极端环境挑战。海洋发电设备必须长期在恶劣的海况下运行，这远比陆上环境严苛。台湾海域多台风、多地震、大浪强风随时可能摧毁设备，因此研发者需要设计出极其坚固耐用的装置，能抗得住惊涛骇浪和海啸冲击而不损毁。此外，海水含盐且腐蚀性强，任何金属结构长期浸泡在海里都容易生锈、劣化，维护成本极高。此外，长期浸泡在海水中的设备还面临生物附着污染 biofouling 的问题，贻贝、藤壶等海洋生物会大量附着在装置表面，导致效率下降、阻力增加，不得不定期清理或涂覆防污涂料，这些都提升了维运的难度和成本。再举例来说，若要大规模部署波浪发电装置于沿岸，台风来袭时，几公尺高的巨浪可能把几吨重的机械掀起来，摔得粉碎，而海流发电机组如果固定在海床上，强震可能将其移位，甚至掩埋破坏。技术上的高门槛使得企业投资人对海洋能望而却步，毕竟如果没有充分证明装置经得起天候考验，他们不愿投入庞大资金。生态与环境顾虑，在海里装设发电机，难免有人担心会对海洋生态造成不良影响，比如海流或潮汐涡轮机的旋转叶片会不会伤到经过的鱼类、海龟甚至海豚？波浪能装置的存在会不会改变当地海岸的泥沙流动或海水水质？又或者海底电缆和发电设备产生的电磁场会不会干扰鱼群的迁徙路线和导航能力？这些疑问都让环保人士和渔民感到忧心。实际上，国内外已累积不少研究在评估这些影响。初步结果显示，只要妥善设计，海洋发电对生态的冲击可以降到很低。例如，可以将涡轮叶片的转速设计得较慢，让鱼类有充裕时间避开，或在设备外加装栅栏、防鱼装置，减少误伤海洋生物。而电磁场的影响范围有限，只要避开重要渔场和保育区，干扰就可降至最低。相较之下，核能一旦发生事故，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传统化石燃料发电日积月累产生的温室气体，则导致全球暖化和海洋酸化，对整体生态系统的伤害反而更大。这么看来，海洋能的环境代价其实小得多。不过任何开发案在推展时都需要经过环评程序，并和在地社群充分沟通，所以海洋能计划往往需要更多时间来争取社会共识。资金与经济性问题，新兴能源技术通常需要政府与企业大量投资才能茁壮，海洋能尤其如此。前期的研发和建制示范场域都极为烧钱，而且短期内未必看得到明显的回报。相较之下，太阳能板、陆上风机这些技术已相当成熟，成本大幅下降，投资报酬比较明确。而海洋发电的未知数还很多，私人资本自然会比较犹豫。对银行和厂商而言，投入数十亿元在海上盖发电厂，却可能因技术或环境问题导致发电量不如预期，甚至设备损坏报废，风险实在太高。即使有政府开出的高额收购电价做诱因，也要考虑这样的补贴能持续多久。曾有能源专家估算，目前每度海洋能电力的成本可能在10几元以上，是传统燃煤电力的好几倍，必须透过规模化和技术进步才能大幅降低。换句话说，这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没有商业规模就无法降成本，但成本居高又无法吸引商业规模的投资，这正是需要政府政策推一把的地方。好消息是，政府已经以每度7块多的高价收购来破解这个困局。未来一旦出现成功的示范案例，随着技术成熟、规模扩大，成本有望逐渐下降，像当年的风电、太阳能一样变得经济实惠。法规和行政障碍，开发海洋能源牵涉非常广泛的政府管辖层面。简单来说，大海属于国家所有，民间不能随便跑去海里装设发电机组，必须取得政府许可。然而过去，台湾并没有专门针对海洋能的法规和申请管道，
一个海上发电计划可能涉及渔业、航港、环境保护、国防安全、海岸管理、国有财产等多个部门，各种法规流程复杂又漫长。举例而言，离岸风电当初也是政府设立专案办法，并划定示范区后才顺利推展，否则单是用海权、环评等程序就足以让计划举步维艰。同理，海洋发电也需要政府统筹规划，才能事半功倍。所幸目前主管机关已经意识到这点，相关单位开始盘点全台适合的海洋能场址，制作海洋潜能地图，并计划开设海洋能单一服务窗口，让业者有一个明确的申请途径，而不用东奔西跑耗费时间。另外，海洋委员会与经济部正合作研议将海洋能纳入法规体系，未来可能制定专法或子法，厘清各部会权责，排除法律灰色地带。如果第一批示范案能顺利推行并获得成果，日后各部门协调的流程将可顺畅许多。当然，克服上述种种挑战绝非易事，但一旦突破，海洋能源有望成为台湾绿能版图上的主力军之一。现在政府和产学界也正积极投入，例如规划在澎湖打造波浪发电的示范场域，不仅可以验证技术，也能带动当地观光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新景点。再过几年，我们或许有机会在澎湖的海面上看到成排的波浪发电浮标随浪舞动，在东部外海望见巨型管道从深海抽取冷水发电，在小琉球海底注视黑潮涡轮日夜默默转动，那将是一幅多么振奋人心的图景。台湾终于拥抱了自己的蓝色能源宝藏。海洋能源的故事让我们重新思考能源选择的智慧。身处海洋怀抱的台湾，不该永远局限于进口煤油或争议不休的核电，我们完全可以拥抱脚下这片蔚蓝的宝藏。展望未来，根据目前的规划，2030年之前，台湾将建置 0.1 到1兆瓦等级的海洋能示范机组，2035年前可能出现1到10兆瓦规模的小型商转电厂，到了2050年，希望累计装置 1.3 到 7.5 吉瓦的海洋发电容量。如果这些目标达成，海洋能每年就能提供数十亿度的绿电，减少上千万吨的碳排放，催生新的产业与就业机会。同时，海洋发电需要船舶制造、海事工程、材料研发等相关领域共同参与。台湾本就拥有不错的造船和海洋工程技术基础，若能趁势发展，未来不仅可自给自足，甚至有机会将技术与设备输出国际市场，让蓝色能源成为台湾的一项出口利基产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也带动沿海地区的繁荣，实现真正的永续发展，并大幅提升我们能源自主的比例。对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来说，这是一条理所当然也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我们呼吁政府要更大刀阔斧地投入海洋绿，能制定明确的政策与法规，提供充足的研发经费与诱因，并与产业、学界紧密合作，加速技术突破和规模化发展。民间企业也应该把握这难得的蓝色商机，累积技术能力，在国际蓝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我们则可以多关注并支持海洋能源的推动。毕竟能源转型不只是政府的事，也是全民共同的使命。其实早在古代，台湾先民便懂得靠海吃海，无论是渔业、制盐还是航运，无一不受惠于大海。然而进入电气化的年代，海洋却一直没能成为我们的发电能源，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如今科技的进步给了我们改写历史的契机，只要有决心，我们完全可以像先民从海洋取盐那样，从海洋取电，为未来注入新的动能。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站在海边眺望无垠的大海时，可以自豪地说，脚下这片蔚蓝正源源不绝地为我们提供光明与动力。让我们携手努力，守护这份蓝色的未来，让台湾真正成为一个靠海而生，也靠海而能的永续岛屿。